作为一个生意，到底要不要成立一个公司？我觉得要成立。什么情况下我会觉得比较肯定的告诉你？一个是，当然你要是从风险角度考虑，成立公司一定是好，要比在个人名下要好得多。是的，是的。对于风险性的保护，还有一点就是税务上的考量。当你的收入，个人其他收入已经达到比较高，或者说你这个生意产生的收入，比如说比较大。就是20万、30万，你个人不需要每年用这么多的钱来满足你的家庭开支，那这种情况你是可以考虑成立公司来做税务规划。那我们还是用之前讲到的那个例子啊。好的。那比如说你小明小明又来了，这个生意收入10万。好假如说你成立公司，你减去1.22万的公司税，那你还剩8.78万在你的账户上面。那如果说你不成立公司，你这10万在个人名下，直接就交了5.33万的税，你还剩下直接交掉，直接交掉，你直接交掉那么多税啊，你还剩4万多，那这里头差了多少？差了3万多，对吧？对，是的。那么差了这3万多，当然你如果是在公司里继续把那8万多又发挥给你自己，那你还得交个人税，那就没那么大差值。就像我之前讲的1500。是的。但如果这个时候你说，哎，我个人我不需要这笔钱了，我不发这笔钱给我自己，我也够生活，我别的收入或者我有别的钱也够我自己生活，那我就把这8万多留在账户里，留在公司账户里去做投资。你可以，那么这时候你就会知道钱可以生钱啦。在将来，假如10年以后，你这省出来的这3万多，你做完投资可能变成了8万块钱，对吧？10年以后，那然后还有那时候再把这个钱拿出来发给你自己，也许那个时候你的税率就低了，你别的收入没有那么多了，你再把这8万多，对，再慢慢的每年发个几万，那么那时候你的个人税的税率就不是最高的边际税率53点多了，你就可能是20%、10%几。那是什么概念？也就那个时候，我的这个边际税率也许就没有到边上。对了，对吧？就很低的边际税率了。对。然后，那你几乎后面这些钱，这个再发到你头上，你就只要交很少的税，那你是不是也达到了一个省税的目的？不仅仅是延了税，你还省了税，你还用钱生了钱。用钱生了钱，那用省出来的税。就是税务局借给你的钱。对，税务局，你从税务局里那里年交的税，又可以去赚时间的钱。千万富翁这个老头啊，出去捡垃圾，是不是就这种情况？把自己节流节得太狠了，都放在公司账户。好，那我们继续。我这当然讲笑话了啊。下面我们就是说以魁省的 CCPC 为例来讲一下怎么做到能够做到最低税率12.2。这个12.2在这之前一直用了好多次啊。好。基本上来说，公司的这个CCPC 的积极收入分为几个档的税率。第一呢，就是50万以内。这是净收入啊，说税前的净收入，50万以内可以是12.2。这12.2怎么组成呢？是联邦是9%，魁省是3.2%。那联邦的9%是比较容易达到，它就是要你满足50万以内，不是大公司，是积极收入。那魁省的3.2呢，它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说你要满足你付费的小时数达到5500个小时，也就是说你配给员工，就是有员工在你这拿钱，员工有加起来所有的 employee 的这个收费的这个小时数到达5500小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假如你是公司有一个股东，你是可以最多哈，他最多是每个人40个小时一周。对，是的。那你一年下来就是2080小时，就是一个股东能算自己2080一个小时。那员工还要 contribute 大概1个半员工。加起来就是5500个小时。OK， 也就是说一个股东加1个半员工。那个，如果是你公司好几个股东呢？那个小股东自然而然就出来了这个。没有，小股东他是对，但是小股东是要每个人都拿薪水没问题。小股东每个人就跟员工一样，每个礼拜40个小时。对啊。40个小时，而且他必须是付他 minimum wage 以上，就是最低工资以上哈，付他。OK。大股东是啥意思？50%以上的股份，可以算2280多个小时，就是2080乘以1.1倍，他可以不拿 minimum wage。这个情况满足了，你就可以
亏损的税率就只需要交3.2%，加上联邦的9%，就是12.2%。还有一档就是说50万以内积极收入，但是不符合亏损这个5500个小时，那么你的税率就是20.5%。因为你这时候亏损的税率就变成11.5%啊。那当然，如果是5000个小时，介于5000和5500个小时之间，你会有一个介于12.2%和20.5%之间，它会 prorate 逐步减少。然后还有第三呢，就是50万以上的积极收入，那这个情况都是26.5%啊，联邦15%，亏损11.5%。这个时候跟你满足不满足5500个小时都没啥关系了，因为你的积极收入是50万以上的部分。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我估计对于我们小企业主不太常见啊，它就是指一个公司和它所有的关联公司，它的 taxable capital，这个中文是啥？是啥 ？taxable capital， 省得让我翻译了。叫应税资本，总应税资本，总应税资本达到1000万以上，它就没有小生意的那个 rate，所以就都是26.5%，50万以内那部分也是26.5%。那个常见的公司层的这个构架是都有哪些呢？就是说成立一个公司，我们最普遍大家脑袋里能想到的，那肯定就是个人拥有这个控股，对吗？个人控股这个公司，对，这个是最简单、最常见的。如果你有好多的人是股东，那么你分配利润的时候，它很难达到统一的方案。那比如说我和你都是这个公司的股东，我需要每年给自己发10万的分红，你只需要给自己发2万的分红，咱们怎么整？对不对？怎么整？我觉得就按合约去办事啊。不是啊，按比例去办事啊。因为我们都是50%呀，我们都是50%，按照那个股票的那个对于那个分红的那个。对啊，我拿5万，你也拿5万吗？对，但我不需要5万呀。啊，你不需要10万呀，你只需要2万呀。那这种是不是很难达到统一？啊，就股东要求我需要10万，那个说我要2万，要不然你给我3万，我就超出这个边际什么什么。对。在就是说他对于问得好，我也不知道。他对于这个股东的这个利润分配，他很难达到统一的方案。还有一种，其实它风险还是很大的，就是说他对这个风险的风控比较差，他只是能隔离你个人资产的风险，但他隔离不了这公司赚取的那个钱。这个比如说你赚了，你10年下来你赚了100万，然后你只分出去了50万，好吧？那你还有50万留在了这公司里头。如果某一天你这公司倒闭了，或者说破产了，被人追债了，或者伤着别人了，有人受伤了，那人家来追你这公司的责任，这50万因为是在你公司里头，对啊，这50万就拿走了。那个少分的不就赔了吗？那不管谁少分多分嘛，反正就这50万都是你们的钱，对吗？对，都是你们的钱，人家不管你。那对，都是你们的钱，这公司的钱你就没有了。那我说我分红时，我就告诉你，你不是少拿2万吗？那不一样，那你活该。那不一样，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风险的控制力度不够。那还有我们所以我基本上我建议客户的一个构架是多一级三层构架，你在个人和这个主营公司之间加一个 holding company 壳公司。就是说壳公司在拥有这个主营公司，因为我们的生意都在这个主营公司里头。那我赚的所有的钱，比如说我今年赚了20万，我就把这20万全部以分红的形式发到这个壳公司里面。这个壳公司是不要交税的，因为它这是子母公司之间的分红，它不用交税。那你主营公司里就没剩下钱了，你把赚的钱每年都发到 holding 里来，对，然后 holding 里再去发。OK， 再去发给个人啊，或者你有好几个人，假如我们2个人各成立一个 holding， 咱们去拥有主营公司，对，主营公司发到咱们的 holding 里，你50我50，好吗？那你这个50在你的公司里怎么分到你头上是你的事儿，我这个50%怎么分到我头上是我的事儿。但是至少从主营公司里，咱们是一半的分出来了。这个时候，主营公司里，而且它不剩下钱了，将来你这主营公司出了什么事儿，被追债啊或什么的，它不会影响到这2个壳。业务中做过很多，就
客户他已经成立了公司，已经是个人控股，他说，哎呀，我已经成立了个人控股，我自己直接拥有这个主营公司，那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并不累的。你是可以成立一个 holding， 现在成立一个 holding 壳公司，然后把个人这个对主营公司的这个股份给用术语来说用中文说叫转移到这个壳公司里，用这个英语来说叫 roll over 到这个壳公司里，然后通过一系列的要填表啊，要律师做那个 share certificate 这些整个操作过程完成之后，你这个构架就重新改了，叫 reorganization 了。收入的对每个股东的利润分配和风险那个回避的角度来讲了一下构架，加一个那个壳公司哈，加壳公司构架。还有一点考量点就是。那个从税率、公司税率来讲，像前面讲到的那个最低税率，公司能够主动收入能够达到12.2%。但其实有一种情况，这个12.2是会受影响的，就是因为从那个2019年开始有一个新的规定，假如你一个公司主营公司里头赚2种。不同的收入，积极收入和被动收入你放在一起，被动收入超过5万以后，你再每增加1块钱，你的主动收入就是符合那个低税率的主动收入就减少5块。那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当你的被动收入到达15万的时候，对，你的低税率的50万全都没有了。就是说是怎么算出来的？150万。15万减掉5万，就多出来了10万的被动收入。对，10万乘以5块钱，就是50万。50万本身就是50万以内的那个积极收入才能享受12.2。那么它就没有了，所以就没有了。就是26.5。那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构架方面来说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你的主营公司有2种业务，你要估量一下它这个量。你要把它分开来，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被动收入转移到壳公司里去。假如你有房产啊，你不要跟你的主营业务混在一起，你把房子单独放在壳公司里，你不仅是保护了这个房产，别人追责你这个主营公司追不到房产上，收不了你的房子走，而且你把这个被动收入和主动收入拆开来了，分开来，你这个主动收入的税率不会受影响。最低税率不会受这个被动收入的影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吧？